在开始之前，非常感谢身边那些一直默默支持我的朋友，这次的排名属实意料之外。假设换成我来评价的话，我认为还有很多做得不够满意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会配合建刚到拍摄整个时间线跟大家讲解。今年年初因为搬家和口交事件的原因，一直拖到2月中左右才开的缸。缸体尺寸选择的是120/60/50，其实这个尺寸是经过我的统计分析，也是上一年入围前100最多的，同时也是我玩水草造景有史以来的第一支120缸。我还为此拿了400斤的黑云石。其实我这次的初衷是想试一试水，先了解整一个 IAPLC 的报名流程及注意事项，名次不名次的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，所以我在前期的构思根本没下多大功夫。如果有去过 A 大北京展厅的朋友，对我的这次作品有一定脸熟。虽然我大体临摹了该作品，但毕竟缸体的尺寸不同，需要改变和自我创新的地方也不少，比如延伸点的小路、前景睡莲的运用，骨架的制作也就2个下午。比赛作品与平常作品最大的不同是将人眼看到的3D 变成平面2D，必须要增加素材透视关系在作品中的比重，所以不断的要去调整角度。我当时的办法是在摆放时，利用手机连接相机实时观察画面，就不用做一下拍一下看一下，大大增加工作效率。种草需要提前划分好区域，按照规划好的品种一点点去种植满，再通过后期的修剪，让作品逐渐呈现脑海中预期的样子。中途除了帕蒂矮珍珠，其余品种长势甚好，貌似我成为了帕蒂克星。我也不想去深究其原因，迅速更换品种才是上策。况且距离报名截止不到3个月，而为了赶时间，我也是开足了灯光，1天10小时加额外液肥，事实证明的确很有效。在拍摄前需要做的工作还挺多，首先把缸壁、缸缝的藻类清除干净，把沙子上的水草泥挑出来，另外一些不和谐的叶片也要修剪掉，然后是把缸中的鱼全部捞出来再放回去。折腾鱼的目的是让它们感到紧张，从而群游。拿掉缸中的一切设备，用 KD 板把缸四周围起来，关闭除了拍摄鱼缸外的一切光源，想办法在水面上固定一个风扇，这样就可以在作品相片中体现水纹缠动的效果。至于有哪些我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，首先是水草的生长和状态并没有达到想要的预期，比如牛毛种在沙子上并没有迷你天吴水那么好的重生群落效果。拍照时间段为晚上，水草叶片已经闭合，假如说白天叶片开合时拍摄，或许更好。再比如没有使用背景板，更是一大遗憾。诸如此类情况都归于经验缺乏导致，所以我更期待明年的 IAPLC，到时候能拿出更棒的作品供大家欣赏。